谢谢。快坐，快坐，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请坐吧，各位，请坐吧。好，受累了。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啊。有的老来，有的是头回来，有的会起哄，有的不会起哄。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风吹河北岸，花开向阳枝。打开《三国志》，咱们先念定场诗。是不是有人教你们怎么起哄了？人编导也不容易，编导又怕你们搅和我啊，他让你们安静。编导也没想明白，安静的话咱就进场录了，不带观众就完了呗，要不然就没有现场带观众的意义了。挺好，难为大伙儿这么支持，这么捧。我这个能力一般，水平也有限，朱砂没有，红土为贵。所以说您各位觉得郭德纲还能听，就是咱们有点人缘儿。其实搞艺术啊，不管说书唱戏说相声，干到最后拼的就是个人缘儿。有人说你不是说拼的最后是文化吗？也对，拼到文化指的是专业技能，至于其他的拼的是人缘儿。观众要是爱你啊，怎么都对。这词儿多了记不住，弦儿高了够不着，没板儿凉调，台上画出来跟大老猫似的啊！走起来浑身难看，观众喜欢，好，这是他的特色，我们喜欢啊。就这玩意儿吗？他要不爱看你，那你万也好不了了。所以说，拼到最后拼的就是个人缘儿，有人缘儿就有饭缘儿，这两者是一回事儿啊。好多人都问说，你这三样说书唱戏说相声，你最爱哪个？我最爱肯定是最爱唱戏，因为80年代末期说相声也不挣钱，我那会儿岁数也不大，你说相声也看不出前途来，从兴趣出发是更喜欢唱戏啊。你比如说我跟我们那个相声前辈，我们的泰山北斗少马爷马志明先生聊天的时候，马先生也说过这一点。他说我小时候就是喜欢唱戏，不爱说相声。为什么呢？他老人家年轻那会儿说相声，不是您现在看的什么园子茶馆，没有那个呀，那都破的都不行了，底下有那个破板凳，有的摆个木头墩儿就算凳子了，人家花仨瓜俩枣的听相声，你说那个看着有什么兴趣呢？对不对呀？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后台聊天，我说我必须让这行业好。我得让你们挣了钱，才让有更多的人觉得这行业还有点意思。你不能说这行穷的不行了，人家跟家吃的好好的，上你这儿一块天天要饭来，你这个行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所以我必须要让说相声的好，对吧？所以这是一个生存的愿望。所以那会儿马先生就说了，说唱戏多好啊！台上穿着蟒袍啊，围着玉带，台上那个状态。所以我当时也是如此。你想80年代末期。说相声上哪儿挣钱去，对吧？当时倒是也有专业团体，那会儿团里边人家说了，说相声的这团每个人啊，比如说你挣300块钱，不给你300块钱工资，你每个月交300块钱工资，然后就是放你出去自己挣钱，哪那么容易呀？对不对？尤其是80年代末期，一月300，那搁到现在那还了得呀？所以说实在是看不见前途。那会儿唱戏我还挺高兴。我唱戏，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那会儿唱戏是小班儿，就是不是国家院团。这就后来好多人咬吃我的地儿，说郭德纲唱戏并不专业，因为他不在国家院团拿国家工资。我确实没有在专业院团上过班儿，拿这种演出费拿国家工资我没拿过。当然您也不能按这个来决定一个演员是否专业。我现在说相声，我也不在专业院团。那这么说，我说相声是业余的了？那我说相声是业余，你们告诉我谁是专业的呀？那不就抬杠了吗？那这打架了，那就没有意思了啊！咱就说这个事儿。所谓的小班呢，就是民营团体。80年代末还有大批的戏剧的老艺人，
还有剧团退休的老演员、老艺术家，还有团里边实在没有人安排他干活的演员，就出来之后，大伙儿凑着一块儿，租一份戏装啊，大伙儿就出去唱去了。这叫小班儿，那是真靠能耐吃饭。我干了好几年，我挺爱这个，但后来我确实觉得也不行。为什么呢？就是一天到晚的农村庙会呀，河北省各县呐，天津、北京郊区啊。京剧、评剧、河北梆子，我们都唱。到哪儿去，人家一说这个，今天想听京剧，我们就给人唱京剧，唱2天了。村长说了啊，想听评戏，马上就改评戏。所以那几年是这么过来的，天天唱。要赶上庙会，早晨7点就扮上去的化妆，2天下来这脸就洗翻了。所谓洗翻了，就是化的太多，洗的太多，这脸都红了，又红又肿，不能摸，就天天指着这个吃。一场戏最早是6块钱。后来涨到9块钱，我特别知足，因为什么呢？馒头是1块钱6个，我可以指着唱戏能养活自己了。在农村唱戏呢，那个老太太竟抱着孩子上后台来，让你拿着笔给他画个脸，说这个孩子健康长寿，完事人家给你个5毛1块的，后台有一小碗都扔里头，到晚上这钱大伙儿再分，就指着这个啊。所以后来好多人说你唱戏业余的。我说我业余的连着5年了，我天天唱，我指着吃，我到业余的了，对啊，我是就因为没拿国家工资，啊，所以说我说我算是一个职业唱戏的吧，啊，但是后来想了又想，我说，这个东西也不能，让我如何，还能有更好的道路要走，所以打那儿起，这才到北京啊，一步一步的3次进北京，啊，这咱不能细说的话，得单拿出52、71年来。就介绍我这从艺经历也没有意思，就是事儿都过去了啊。回头看，真是感谢这些个苦难的岁月。好多人也指责我说，你一说，就你们同行天天迫害你啊，然后都是坏人，如何。我说你不能这么说，你没在我那个位置上，你也没挨过打，你哪知道我疼不疼啊？是不是？你吃饱了坐那儿提着牙，郭德纲这郭德纲那个。我说我们这行有好人，你要说相声有没有那个？品格不是特别高尚的，有没有害人的？有啊，但是呢，我们有好人呐，说相声里边有好人呐，疼人的老前辈、老先生，那个老爷子也有的是啊，哪行不是如此？那个白全福先生，那个冯宝华先生，那都多好的人呐！就我们这行，这现在说，我估计好多年轻的观众你们都不太清楚，白全福先生知道吗？知道。哎，好，你看那90来岁那大爷他知道。白全福白先生，我得管人叫师爷，就我们这一辈儿的啊，都得管人叫师爷，比我们大，人宝字辈儿的，啊，当年人家就是老北京啊，过去天桥有云里飞，那就是人家家里边的，啊，后来白先生到天津曲艺团，跟这个常宝霆先生一块儿说相声，大伙儿说常白指的就是他们2位，那个白老爷子那个疼人，不是可爱。哎，跟老佛爷似的，那么胖乎乎的老爷子，住在天津百货大楼，百货大楼旁边那个大杂院。哎，进去之后，我印象很深。哎，有这么3间房，就那种老式的平房大杂院，老爷子特别可爱。还有段时间记得，他有一个徒弟啊，也是相声前辈王吉祥王先生，哎，也上那儿去。老头儿们天天在一块聊天，我们小时候也上家去玩去。哎，白先生。善良啊！侯宝林先生上天津去，半夜下火车也得上白家砸门去啊，上那儿住去。这人好，说这是相声界的菩萨。说白先生人品、艺德方方面面都好，也幽默。有一回不有一笑话吗？是上哪儿演出去，人家主办方送2瓶酒，这是常先生、白先生的，一人来瓶白酒吧，纪念品吧，拿着吧。哎，这个。白先生拎着这2瓶酒，跟常宝霆先生俩人谢谢出来了，出来没拿住，咣叽掉地上摔碎1瓶。白先生反应多快，宝霆，你那瓶碎了，太可爱了啊！这个咱们不细说，因为细说这就没完没了了啊。说相声有好人，还有很多好人啊，有机会咱慢慢聊。闲话少说，书归正传。
啊，不客气啊。这句一要不让你们喊，你们就得憋坏了。接演《三国演义》，上文书咱们说到哪儿了？太棒了！这是我的观众，就是由于你们这个记性啊，我能吃一辈子。你就怕那个就记得特别瓷实啊，每一句都记着，你这是要我们的命啊，这是啊。我有时候挺反对他们这个，有的同行也是，哎呀，我们这个节目说完了，一定要让观众印到骨髓里，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儿，观众都能永远记住。我心说你是不是傻？他都记住了，你吃谁去你啊？玩笑嘛，是不是？大可不必我们把好多东西说的那么高大上，那么风光，没有必要。说书唱戏说相声，它就是个吃饭的手艺，就是这么简单。剃头修脚种地卖报纸上非洲当娘娘，这都没有什么区别。人这一辈子就这几十年，咱们坐在这儿啊，汉朝汉灵帝如何，活的那会儿你敢说他如何吗？对吧？历史就是这么一说一乐，天下事儿也无外乎出了我的嘴，入了您的耳朵，咱们大伙儿一聊天就得了。至于说的对与不对，那是留与方家来点评，人家有明白人。我这儿呢，各位不敢说高台教化，只不过从民间艺人的角度出发，跟您聊点事儿。他多大的家国大事跟咱这儿，咱不也就下午茶吗？是不是啊？像文书咱们长的这个皇上要完啊，我还挺难过。哎，你们学坏了啊！汉灵帝要去世了，最难的事儿就是跟前这俩孩子怎么办？有俩儿子，大儿子呢叫刘辩，小儿子叫刘协，他不是一个娘生的。大儿子呢是何皇后生的，何皇后家里边是杀猪的啊，您记住他这个身份啊，因为这个身份后来惹好些个麻烦。杀猪的何皇后的父亲呢，挺有两下子啊，词儿一个，后来觉得这一辈子不能老词儿一个呀，是吧？得给我闺女捯饬词儿啪的啊，不能再词儿一个的。想方设法让闺女进宫了，跟皇上结婚了，身份就变了。那到后来熬了一个皇后，家里呢何皇后呢还有一个哥哥叫何进，这一下厉害了，那国舅嘛啊！但是您记住国舅何进这个人，大汉江山倒霉他身上了。何进无谋，江山受累，这8个字说的就是这位大舅爷。这一支生了一个男孩，这男孩叫刘辩，您记住了啊。皇上很少有忠贞不二的，就跟一个皇后，咱老两口子踏踏实实过一辈子。你慢说皇上说相声也做不到，是吧？这天下又来了啊！张美人、李美人啊，王大漂亮、李大顺都来了，这些个好看的妇女们就都来了。皇上得挑啊，这个高那个胖，这个白那个黄，这个好看。这个王美人早先是赵国人，他的祖父王袍啊，当年也做过大官，家里有这么一个闺女，漂亮之极，要多好看多好看。据历史资料记载说，这个王美人有一个特殊的兴趣，算术。咱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啊，一沾算术数学，就冲这一点，他就是我的冤家对头。我打小就不行，我舍弃了做数学家的好几个机会，没成功。你说人家啊，爱这个，这一进宫来，皇上爱的不行了，一见此女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皇上改了杜十娘了，好，那就结婚吧，结婚睡觉吧啊。皇上也干不了别的啊。到最后，王美人也生了一个儿子，这儿子呢
叫刘协。列位啊，这是两支儿啊。哎，刚才咱们说了，何皇后生这个，这叫刘辩。这边呢是王美人生的这个，叫刘协。这个14了，这个已经9岁了。这活到14这个不算什么，这活9岁这个太难了。100个机会差点没死了。怎么呢？打他妈一怀孕，我这不是骂人啊！从王美人一怀孕就开始说完了。列位，皇宫内院你想怀孕就怀孕呐？那么些个宦官都没怀孕呐，还是怀不了孕呐。尤其啊，就这些个娘娘啊、妃子，这不用我解释，就这么一个院儿，对吧？就这一个大爷，带着这些妇女一块过日子，他能不打架吗？是不是啊？反正是你好了，我就好不了，所以说你就不能好。道理特别的简单，尤其是何皇后，那个家庭背景那是刺儿一个刺儿一个，猪都敢杀啊！没有这么讲道理的啊！说这个不行，王美人就犹豫，说现如今我已经有了孕了，按说这是皇上的孩子，我应该把他生下来。可是要这样的话，容易连他带我都留不住。为什么呢？何皇后心狠手辣，他哥哥现如今大将军何进，手握重兵，啊，又有兵权，这个玩意儿怎么办呢？咬了咬牙，说我喝点药给他打了吧。打这起就弄点药来，哎，憋着喝完之后把这胎打了，也奇了怪了，这药不灵，喝完之后没动静，不光没动静，还总做梦。王美人就梦见自个儿啊背着太阳，天天在外边晨练，哎，锻炼身体，背大太阳。王美人就想，难道说这个孩子他这个有什么来历不成吗？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把他生下来了吧，生吧，啊，10月怀胎，1朝分娩，生一小子，叫这刘协。这消息一传出来，皇上高兴坏了。他之前有好几个皇子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都糟践了，都没活下来。所以之前这刘辩他爱得不行了，但这个玩意儿哪有嫌多的呀？再来10个8个也行啊，都是他的。好，又来一个，高兴啊！他是高兴了，何皇后能高兴吗？哼！哎呀，冤家对头。那没有别的说的啊，弄死他吧，啊，弄死他吧，弄死谁呢？就连大带小全不能要。这小的呢，送到了所谓的冷宫了。啊，过去说宫里边其实也没有说像这个电视剧里边，你看香港的老电影，还宫门口挂块匾，冷宫，那这编剧们设计的，没有那个。就是一些个没有用的偏殿呐、旧房子呀，就所谓的冷宫，啊，就是冬天也给冷气那个地儿。皇上都不爱你了，就搁那搁着呗，活就活，死就死，没人管你了，就这个地方。但是呢，东汉那时候他管这个地方叫报事，啊，也有那个负责的小太监干活的。这里边有一个很有名的太监，这人叫朱直，来一孩子搁在这儿啊，他也知道，哎呦。这是王美人生的，汉家一点骨血，他就偷偷摸摸的弄点米粉呢，弄点什么奶汤，就偷着喂这孩子。那边呢说孩子没找着，就把大人毒死了。王美人是被鸩酒毒死的。这消息一传来，皇上很生气啊，这不能娘俩都完了呀，对不对？这到底是谁把他母子2人都害死吗？寡人得给他俩人报仇，难道说孤王还不如杨三姐吗？这没有，这我编的，这是啊，就说这个意思。杨三姐嘛，还得给姐姐啊小外甥女报仇吗？查呗，那还不简单吗？一问就知道啊。哦，何皇后干的。汉灵帝勃然大怒，
那真生气了。皇上一生气，那还了得啊！君王发威呀，血流成河。他不是说俩说相声，俩人动手打起来了啊，最后得了买10块钱烤串，这事儿就了了。皇上生气还了得，那得人命关天呢。何皇后真害怕了，怎么办呢？得找人帮我，找谁？找哪一位能帮我？要不说他聪明呢，他找的十常侍，因为知道势力最大，这10个大太监啊，跟这10个人一说，这10个人呢权衡利弊，想来想去，我们得管，我们得帮他。第一啊，他现在这个位置，在这个后宫里边没有超过他的。第二，他哥哥何进手握兵权，我们团结一块儿，对我们是有好处的。10个太监那个骗皇上还不容易吗？是吧？你一句我一句的，哎，连吓唬带哄，最后把这事儿呢算是给摁下来了。皇上说那就拉倒了吧，这事儿就过去了。但是从这天开始，何皇后就知道了，我要跟十常侍绑在一起，他们在关键时刻是能救我的。您记住了啊，现在他们是一条战线的了。那边冷宫里还一孩子呢，慢慢的也就长大了。但是后来这个消息也传出来了，传出来之后呢，来人把孩子接走了。谁接走了呢？董太后。太后说：“能来，我看着，这是奶奶看孙子。”所以说，这个孩子是老太后看大的。老太后为什么呢？有人说这个什么骨血如何，那都次要啊！因为老太后跟皇后之间，他们是有竞争的。我手里也攥着一个孩子，也是皇上的儿子，你说怎么办吧？您明白了吧？这是皇宫内院的婆媳斗争。也就是说，有一个问题就摆在了汉灵帝的面前，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妈你媳妇掉河里，你救谁？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就好几千年了哈。我有时候做节目，综艺节目啊，主持人，我再问你一个问题，郭老师啊，你妈你媳妇掉河里，我就老问他们，我说这题还没死呢，啊。我说你也想多了，他们俩会游泳啊！哎，现在这宫里边就是这么一个状况，我一定要把这些个时代背景、每个人的心理状况、每个人的位置讲清楚了。这就是为什么说三国不容易的所在啊！咱们就说点别的武侠故事，瞪眼一边，你也不知谁对谁错啊！但这个不行，它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说，这个朝里边不太平，尤其到现在了，皇上这就马上要完了啊！什么病咱是不知道啊，反正要死。死之前，这个常侍们找皇上来谈事儿。其中十常侍里边，这有一个了不起的常侍，宫里的掌握兵权的宦官，叫蹇硕。蹇硕呢是西元军元帅，手下有兵，而且带着8大校尉。您也甭问8大校尉，8大校尉里边有俩，一说这名字您就知道了，一个叫袁绍，一个叫曹操。您就知道这个蹇硕他多大能耐了啊！蹇硕在皇上死之前就跟皇上商量，您呐得把何进杀了，要杀何进。为什么要杀何进呢？这是宦官们的想法，皇上眼瞅着就完了。如果皇上完了，要是立这个刘辩当了皇上，合着这支儿就全上去了。他舅舅手握兵权呐，我们怎么办？所以先除何进。从他们的脚步，这没问题。
人想的对啊，跟皇上说这个事儿。当然，他们不能这么说哈，给他词儿一个词儿一个，这啊，得从江山、社稷、百姓、朝廷，哎，方方面面，哎，这一说，这必须得杀他。大伙儿这么一说，汉灵帝呢，这会儿就要死了。到最后说这么句话：“容朕思之。”啊，就是你们让我再想一想，容朕思之。这就分在什么场合听，知道吗？你比如说，咱们几个人哈，咱们大伙儿一块儿说出去吃饭去，啊，您各位跟我说，郭老师，咱们上那儿呢，咱撸串去，喝啤酒去。我告诉你们了，容朕思之啊，那就是不跟你们去，啊。那么搁到这儿来说，什么意思呢？就是默许，因为你要杀的不是一般人。国家大臣，皇亲国戚，对吧？也许未来那小皇帝要立起来，那就是他亲舅舅，是身份在这，况且掌握重兵啊。皇上这只要一闭眼，天下几乎就是他的了，对不对呀？那刘辩14岁，那懂个什么呀？容朕思之。如果说皇上不同意，那就当一脚把桌子就踹翻了啊！就得破口大骂，要多牙碜有多牙碜，啊！朕得把你们词儿一个词儿一个词儿一个，不学好，知道吗？但是说了这么句话，容朕思之，这个模棱两可的话，说完之后一挥手，让宦官们退下。这个宦官们列位啊，那个脑子是超过常人的，因为他没有闲班啊，真的清心寡欲啊，一天到晚净琢磨害人了。这一听就明白了，那就是同意了啊。好，派人去请何进。你说叫您来，哎，聊会儿天来，皇上叫您来了啊，好吧。何进在家里边跟大伙儿一块儿说话呢，聊天呢，叫唤呢，啊，我要进宫啊，看看我妹夫，我妹夫是皇上啊，我要去见他，我看一看他，去吧，谁拦着也不听，真好，大模大样，撇着大嘴，来到皇宫了。到皇宫这儿呢，就瞧见一个人，这个人也是宦官。这人叫潘隐，他是这个蹇硕手下的宦官，但是他跟何进关系好，各位听明白了吧？哎，他到这儿来，潘隐在门口等着了。何进这儿撇着大嘴啊，哎，高兴。这潘隐一看他，干嘛呀？不好啊！谁让你来的啊？这哥俩有交情。何进呢也是糊涂啊，这么些个人呢，啊，拿着刀拿着剑拿崩弓子的，就憋着弄死你了啊！你跟缺心眼儿似的还你个头啊啊！到最后潘隐没辙了，你快走，这才明白啊！这个哎呀，你出来没带充电器啊？跑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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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回家了。进门直喘，哎呀呵，想不到的事情啊，太危险了，没带充电器啊！家里还这么些人呢，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好家伙！差点中了我爸爸的法宝，他爸爸杀猪的，词儿一个词儿一个吗？啊，把这事一说啊，这事儿我跟他们没完，知道吗？点齐所有的精兵，跟我进宫，杀光所有的宦官，都同意不同意？这儿站起一个来，我反对，反对无效。原文不是那么说呀，
啊，您看看《三国志》去，看看《三国演义》，人家原文说的可复杂了，用文言人不可能。我反对，反对无效。你坐下，你出去滚，不能这样。我这么说，我是让您各位听得明白呀，啊。那你反对不管用，我今天我一定我要把他们得杀掉，我这口气才能出啊！反对的这主站在这儿，这脸色转了又转，那个将军，您但听我一言，你还要说什么呢？啊，不是，我有一片好心当先。好，曹操，你说。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不给，反对无效。听说是不是很快乐？那好吧，那我继续努力啊！我也挺爱干这个的啊，干别的也不行。你让我摆个摊卖东西，我数学又不灵，是吧？想了又想，我可能就这个命啊！数学家、科学家人也不差我一个啊，给人当太太又是男的啊。真的，别的也不成去，你这玩意儿开个酒吧，我也坚持不下来，到12点就困啊，是不是？卖早点又起不来，实在是废物啊！谢谢您各位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啊，当然也得谢谢优酷，也是有钱没地儿花了他们。那个这回这合作很愉快啊。然后，初步计划是先录4套书啊，这三国是头一套，录看看后边大伙儿还喜欢听什么啊？喜欢听什么你们就告诉我，然后我挑一个我喜欢的啊。这个玩意儿非得是我先喜欢，然后才能把它说好。你要说命题作文那就完了，你非给我来一故事，孙家庄的故事，这个玩意儿。对吧？大王庄的轶事，这就差着了。他非得是我觉得有意思，天下事都是如此，成功者都是由兴趣上所来，就跟说相声似的。那么好多人，你看我们这孩子这个可贫了，没大没小啊，也不爱上学，上你们那儿去吧，你赶紧弄走啊！好家伙，又不会说话，又没个人缘，凭什么我们这儿收容所呀？我们得要好的呀，好的来到这儿都未必学得出来呀，难就难在这儿了。啊，现在有时候回头一想，我觉得这一路这几十年走过来，祖师爷待我不薄，真的，给我提供了好多的学习的机会。我小时候学说书那会儿什么天津的老前辈们还都健在。我后来想了想，我几岁的时候，7、8岁、8、9岁那会儿，那个老头们岁数大了都80多了，啊，年轻的也60、70。每周他们有一天在鞍山西道那儿说书的高祥凯先生家有一大聚会，天津所有的说书的、唱西河大鼓的这老头老太太们在那有一大聚会，就我一小孩给他们续水啊，递个瓜子儿啊，坐边听他们聊天啊。后来我想了想，这真是祖师爷愣让我吃这个呀，啊，那些个老头老太太一辈子说书的经验。你现在说你提哪位，那都是这行里边了不起的大英雄啊，哪那么容易让你天天坐那儿听他们说闲白啊，讲这些个书怎么着？那可真是的。回头一想，啊，很感慨，很感慨。包括说相声，就这些年一步一步的，挺好。啊，一个人能够把兴趣和工作合在一起，我很知足。那你说钢厂的工人人就这么愿意炼钢啊？纺织女工就喜欢纺织啊？工作嘛，你待着不也得吃饭吗？
但如果恰恰你又喜欢纺织，你又是个纺织女工，那就另一回事啊。高兴嘛，说相声、说书、唱戏都是如此。我们见过好多那个有时候唱戏的演员聊天也是，他说我不爱，我实在是不爱。你别看我台上好也是技术工种啊，我退休了我就不干这，我可熬出来了。你说那怎么办呢？对吧？但恰恰他又爱这个，他又拿这当饭，他一定会好，啊，这是错不了的啊。我有时候老爱想我们小时候那些个说相声的老前辈啊，说书的老头们啊，要是能活到现在，给他们都接出来录一些个资料，留一些个视频什么的，也得多棒啊！真有那高人呢。也可惜那会儿哪有这些个先进的设备啊？没有啊，当年那会儿连 MP1 都没有啊。这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我印象很深，我到了90年代末的时候，那会儿稍微日子好一点点，我们在北京还接了好多天津的相声老前辈，啊，接着北京在中和戏院那儿连着演了多少场，就看着他们我就挺高兴的，这是我记得之前还跟您各位聊天，说我们说相声有好人啊，有好先生，你比如说冯宝华先生，这都是那会儿。有人知道冯宝华先生吗？呵，罢了，这不是骗我哈。为什么总是你一个人知道？我记得之前聊白全福先生也是他那儿，我知道啊。你真知道啊？啊，那个保安让他出去。知道太多，一会儿词儿一个给你。冯宝华先生是我们相声界的老前辈。他老人家是拜的马桂元先生，啊，马桂元先生是马三立先生的大哥，他老人家是那一阵儿的，捧逗都好，特别和善，特别善良，瘦，刀条的脸儿，那老爷子，在中和戏院演出的时候，他从天津来，每次都到鲜鱼口去喝炒肝去。他喜欢喝炒肝什么的，就老北京的做派，特别可爱的老头。有不会的一问，马上就告诉。我印象很深，就是那一法老先生好多还净是保守的了，不愿意告诉你，但是他没有，这个让人很敬佩。你看我有一段相声叫《卖布头》，听过哈？卖布头里边前面要有这个学叫卖，其中我有一个那个学炸油条的，记得吗？过去说炸油条的吆喝，炸了个圈，圈里套着杆，木连僧就木到西天，打开了丰都城，这段听过吧？这就是冯宝华先生教我的。我在后台，他还主动叫我，那个你会不会啊？我说什么呀，师爷？他就来了一遍，我听了听，我说对吗？好，你再来一遍，给我说了说。我说谢谢师爷，这不叫什么，不叫什么。他主动上赶着跟你说，就这个好先生。反正我见的也不多啊，就这个好老头太棒了。我最后一次见他大概是在02是0几我都忘了。有一次我回天津这个有一个叫中华曲苑的一个小剧场，坐满了能有个100多人100-200人那个老剧场，我打那儿过，我看他们在这儿有冯宝华先生，我上后台去，我说师爷您挺好的，我挺好的。哎呀，小子，我有日没看见你了啊！一会儿你在台上你得演一个呀。我说好，演一个。没有5分钟，那后台有一个演员站那儿，咱们这个后台有规定啊，外来的演员不能随便就演一个呀。其实我是从这儿路过，老头那么一说，人家我是觉得一客气啊，但是他这句话一说呢，我印象特别深。就冯先生站那儿，老头就愣那儿了，就那么一个老实的人，就来这么一句。当时就特别尴尬的就站在那儿了，就整个的特别气氛极其尴尬。我心里可难受了。我说师爷，我说我待不住，我有事儿，我得赶紧走啊！我就不麻烦您了，我就走了啊！这印象特别深，那是最后一次见冯师爷。哎呀，这老头也都没了啊！愿一切安好吧啊！这就是那句老话。要知山下路，问我过来人。这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事情。你就等着我以后上岁数，我180岁了，我都把他们都写下来啊。
哎，好人我也都写下来，那个我也都写下来。到180了，咱也不怕得罪人了啊！我写上谁说的，姓什么叫什么，小名叫什么。闲话少说，书归正传。那也得这样。上文书咱们讲到哪儿了呢？哎，值得表扬啊！这就比刚才说的奇迹多了。啊，接着讲汉家天下。何进呐，挺生气，因为进宫呢差点人给撂在那儿。这回来之后，哎呀，都跟我走，咱们打架去。去到那儿，咱们摁住了就给他们放血啊！旁边有人站起来，我反对。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儿，谁呢？曹操。曹操那会儿还不是后来您想象那个状态的曹操了，这会儿刚30出头啊！你看了这么些人，都说对，咱们走，这赶紧啊，这就拿棍子、拿刀啊、拿板凳，咱们打架去。唯独曹操冷静，成大事者必须如此啊！啊，处热闹场中而面冷冷者，此其人必大不凡也。就这8个人坐一块喝酒，一个个喝的都那个似的，有一个人他没有钱买酒。哎，这是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啊。我之前我跟他们开玩笑，就这样，好多人跟我聊天，跟我辩论某件事情，啊，说到最后，有一哥们儿，我告诉你，郭德纲现在就是普天皆醉。我说就是你没钱买酒，噎着他个儿搂的。但是曹操确实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啊！他小的时候，他有一个叔叔不爱看他，这个家里很正常啊。经常是舅舅不爱看谁，谁不爱看，很正常。他有一叔叔就不爱看他，没事呢还老上他父亲那儿啊举报去啊。他爸爸叫曹嵩嘛，啊，哎，这不行，这个了那个这个不听话了啊，怎么样，老举报去。他呢挺恨他这叔叔，想一主意，走到马路上看见他叔叔了，啊，叔叔这一过来，他这叔叔您好。说了声您好，紧跟着咣叽一下，口吐白沫躺地下了，吓他叔叔一跳。怎么了？我这中风了，给他叔叔吓坏了，赶紧扶着起来，打磨头，快歇着，啊！完事儿呢，上他爸那儿给孩子看病啊。怎么了？中风啊？没听说呀。转天他爸爸看见了，你怎么了？很好啊。来3回。他叔叔在说什么，他爸也不信了，啊，诈骗犯，说我儿子中风，你看我儿子还能大跳呢，啊，你说他那么小，他就那么聪明，包括到后来，举了孝廉，做了官之后，他这个脑子跟别人都不一样。你比如说，他做这个大洛阳北都尉的时候，官不大，就是相当于刘皇叔在安喜县那个身份，啊，咱们简单的说就是，比如说就相当于县公安局局长，就类似这个身份。但是刘备呢也跟他这都难受，为什么呢？刘备在安喜县，穷乡僻壤、野店荒村，在那儿谁怕你呀，对不对？所以那个官不好干。曹操这官也不好干，在首都，对不对？在这儿也是如此啊。你敢管谁呀？毛病就在这儿了。哎，但是他聪明，让人呢打造了10几条五色棒。看电视剧、看电影，官一升堂，那衙役们拿着个棒子，哎，他那个特意弄的五色棒，啊，就挺好看的，各种颜色，一段一段的，拿着这个，晚上什么茶街啊、茶叶啊，拿这个打那些个犯禁的人，晚上逮着一个。这主啊，喝了醉酒不行了，还拿着把刀满大街溜达，没人敢管，抓他。抓了一问，好家伙，他有一侄子厉害，侄子叫简硕，就是憋着杀何进这位，这是他叔叫简图，啊，我喝酒了，啊，我是犯禁了，我还拿着刀呢，你能把我怎么样？
曹操说：“那好啊，来呀，力毙帐下。”就拿那五色棍打死，活活打死，转天就上热搜了。啊，曹操打死蹇硕之叔父，与宦官划清界限，这一下就红起来了，知名度就上去了啊。后来那五色棒，那为什么理发店都买走了，搁门口转去呢？有脑子，聪明，所以今天他站起来告诉何进：“我反对。”啊，说你说这个是该杀，但是宦官势力太大，而且办事咱们得周到，你要走漏了风声，对咱们这个后果不堪设想，啊，咱们得想办法。何进根本就不听啊，如黄口小儿，安知国家大事？没看得起他，30出头，你懂个六啊你啊！就这会儿功夫，门口来报，说潘隐来了。各位，潘隐还记得吗？在宫门口挤鼻弄眼那个，哎，潘隐来了。这一进门慌慌张张啊！我这个有正事，快说什么事儿？皇上驾崩了。就这一会儿的功夫，要不说天下大事啊，这跟电视剧是一样的呢。你看，就这么会儿功夫，皇上死了。何进说：“各位看看怎么样？这会儿功夫，他们把皇上架出去给崩了啊！”哎，这战争题材看多了啊，驾崩啊，皇上去世了，属于这个汉灵帝的时代结束了啊，东汉开始越来越乱了。天下事就是如此吗？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摆在了何进的面前。天子驾崩，你又当如何？这个时候，曹操刚才你看何进同这么些人啊，没鼻子带脸的，黄口小儿，安知国家大事？你这个你那个，你爷爷是太监，你这都说了啊，都说完了啊。曹操没往心里去，成大事者还在乎你这个吗？但是这个时候关键时刻得给他出主意了。出什么主意呢？用白话来说，曹操告诉何进，就是现在情况到了最紧急的时刻了，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赶紧把小皇上扶到正位，然后咱们再杀人，对不对啊？太对了！你现在咱们去啊，打架去，咱们去骂他，啐他一脸唾沫，把他们家玻璃都砸了，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干事儿从根儿上干，你得说你的目的是什么？天子驾崩，国家不能没有主啊！好，先扶起一个主来，这是皇上。再干什么，咱们往下顺着走，那是之后的事儿。好，哎，何进还真听了，带着人呢，他有兵啊，呼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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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进了宫了，就在陵前。把这个刘辩立起来了啊，自个儿妹妹生的这个就是当今的天子。小孩还不知怎么回事呢，他爸爸刚死，这正哭得不行了，又来一帮人给您道喜啊。这皇家的事情也原本如此啊，大伙儿又跪着就给他磕头，他算是当了皇上了。但是这个事情不算完呢，为什么呢？他还有个弟弟呢，刘协呀。刘协的背后是董太后啊。然后你以为你这儿当皇上了啊？你们这阵儿耀武扬威，执掌天下就完了？人家怎么办呢？对不对呀？人家这边也得琢磨呀。哎，怎么办呢？得找明白人问问呢。老太后说：“问谁呀？”那问十常侍呗。这个十常侍最坏，他哪边都吃啊，谁出主意他都啊，对，谁找帮忙他都管，他其实是考虑着自身啊。您说怎么着？老太后说：“您看看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啊，
你给出一主意吧。十常侍给出主意，不要紧的，那个不当皇上了吗？这个最次得是个王爷，给他立成王爷。您呢，垂帘听政，好不好？哎，然后您娘家还有哥哥呢，您那哥哥给封一个大官儿，啊，骠骑大将军，封一官儿，让他手里有兵权，然后您再重用我们。老太太那最好骗了，忒好了啊！好，都照你们说的办啊！就给这刘协封了一个陈留王。这两位刘家大少，算是都有了工作了啊！现在的工作安排，一个是做皇帝，一个是扮演陈留王。目前的角色划分是这个样子的，啊，等之后再调整，咱们再说。这儿紧跟着又给董太后家里那娘家哥哥封了官了，哎，印玺呀送去了，公文送去了，大将军了，挺好。老太太要垂帘听政，她想的很简单，哎，跟西太后似的，各位啊，她坐在后边一叼烟卷啊，前面坐一小皇上，14岁的孩子呀，他懂个六啊，他不得我说什么是什么吧，对吧？文武群臣底下一跪，我在后边幕后实际操纵者。皇上做好了，有什么事不得问我吗？还得回头问我中午咱吃什么呀，对吧？我告诉他炒什么菜，他炒什么菜啊？想得很好。有人不开心，谁呢？何皇后。怎么就得你垂帘听政呢？列位想都能想得出来呀。但是这也不能朝堂上弄8个帘子坐8个妇女的后头啊，那就成戏园子了呀。弄8个包厢管什么用啊？是不是啊？怎么办呢？娘俩要吃顿饭，倒霉就倒霉这顿饭上了。何皇后这心里边啊难受，啊，这不行啊！请老太后吃顿饭吧，我们娘俩得聊一聊吧。老太后就来了啊！一听说有饭就去了，摆上吧，哎，4个凉的，4个热的，烤的串儿、腰子，哎，打卤、炸酱、鸡蛋、西红柿，煮的面，宽条的、细条的，娘俩坐着包着蒜啊。我倒不是说那个愿意吃面啊，关键是给大伙儿营造一个生活的氛围，让您更能接受得了《三国演义》。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跟您这儿背《三国志》的原文也没有意义，您各位都比我水平高啊。吃饭不是目的，吃饭为了说事儿，谁还差这顿饭呢？对不对呀？酒席宴前，何皇后就劝自己的婆婆：“您不要垂帘听政，咱们是妇道人家，好好过日子，看孩子上学，以后长大了娶媳妇儿，好好的，就挺好啊。您之前的那个，您想的太多了，哎，婆婆呀，您草率了，哎，她是想这么劝她。这个老太太也是啊，也是这些日子压的邪火，听完这些个话，勃然大怒。什么意思？翻脸了啊！我就不把它翻译的特别通俗了啊，因为怕有碍播出。大致意思就是你闭嘴啊，屠沽小儿。什么叫屠沽小儿？你们家杀猪的，国家大事用得着你吗？老太太想干嘛就干嘛。列位，话到舌尖要留半句，有天大的火你也得劝着点自己呀。当时挺痛快，这一辈子的高光时刻就过去了。这不就这个呗？你也骂了街了啊，也翻了脸了啊，就回去吧，饭也别吃了，面也别煮了，蒜也白包了。老太太回去了啊，何皇后那不吃吧，叫自己哥哥来吧，叫何进来。骂了我了，怎么回事啊？
汤汤汤汤汤汤一说啊，那个简单，那不要紧的啊，能设计，天下都是人家的，这还用设计吗？对吧？转过天来，小皇上跟这儿登殿，哎，这儿刚做好了，大臣里边有人就递上本章来了。谁递的本章，历史上没说，也不用说，无论是哪位都可以啊。本章说什么意思呢？说董太后啊，这董太后不适合在皇宫住，这损了这个啊。理由是什么呢？说她原来啊是在河间国住，河间国各位还记得吧？河北申州吃蜜桃那个地儿，这个灵帝不就是从那儿娶过来的吗？哎，为什么娶她？也是因为他们娘家之间有关系。这董太后也是从那儿来的，啊，说她是那儿的人，她现在应该回那儿去。什么时候走？现在。哎，你可这玩意儿啊！金殿上大将军何进一看，好，准奏，请太后搬家。狠呐，那是你不狠，他就狠了。马上有人就到后边去啊，太后归着归着吧，搬家公司的人都来了啊，请太后搬家。老太后也傻了，吃顿面怎么就这么大的祸呀？不去不去，当时就死，收拾吧。归着归着，派人给老太太送到吃桃那儿去了。说这儿还有人呢，他有一娘家哥哥呢，昨天刚封的大将军。哦，好，跟他说封错了，让他把那印交回来。这国家大事有时候跟那小孩过家家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啊。当时派人去兵困将军府，有人进去说一声，哎，封错了啊，之前的公文令箭印信全拿出来。这时候也明白，哦，好，不费劲不费劲，抻出宝剑来，刺儿把自个儿挠死了啊。这阵儿就算拉倒了。到当年6月份，又打发人到河间找董老太太吃顿饭，酒里边下毒，把董太后毒死了。这一阵儿算是彻底消停啊。我说的这些，各位您可得记着点啊，因为你要听明白之后才知道后边这些事情为什么接二连三的是这么处理的。他把这一阵铲干净了，接下来何进这个势力可就大了，全是人家的了，想怎样就怎样。有个词儿叫权倾朝野，说的就是他。那真是天天的横着走道啊，自己都不知道我吃点什么好了呢，心情太愉悦了。哎呦，从上到下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儿，但是谁看他不顺眼呢？时常是他们两者之间是互相看着不顺眼。哎，你憋着弄我，我也憋着弄你。时常是心说这可坏了，现如今朝里边他一枝独大呀，而且要照这样发展，某一天他要是一翻脸想弄我们，那不是假的一样吗？我们不能让他弄啊，怎么办？就开始要明争暗斗。何进想的是怎么去这个时常氏，时常氏想的是怎么把何进弄死。哎呦，互相斗智斗勇。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袁绍啊给出了个主意，说现如今呐，时常氏啊为非作歹，年头太久了，不能留他，不能留他，但是怎么去他是个事儿。那您有什么想法吗？何进根本都没往心里去啊，这你怎么回事？不是，就说这时常氏怎么能把他除了呀？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吗？商量吧。这一商量，商量出一个主意来，说咱们呐招天下的英雄全来，让他们来把时常氏弄死。何进挺高兴，我这主意多棒。旁边曹操站起来了，我反对。怎么呢？曹操掰开了揉碎了给他讲啊，你不能这样啊！啊，
你要招天下的英雄，你告诉我天下什么英雄？啊，我招这个各地方的诸侯、各地方官，谁都可以来到这儿来一块儿来上。哎呀，曹操心说：混蛋呐，混蛋加3级，混蛋出了圈了，你都啊！你让他们来，他们就回不去了呀。杀几个太监还不容易吗？你实在不方便明着来，暗着咱找几个流氓也能干了这事儿啊！你非得那样做，那哪成啊？苦口婆心的就劝他呀，此事万万不可。何进不听，哎，那意思天下都是我的了，难道说还能有什么我做不到的事情吗？说什么也不听。曹操打这屋往外一走，一跺脚，乱天下者，必何进也。什么意思啊？大汉江山倒霉就倒霉你身上了。说的对吗？说的特别对。如果控制住了何进的这个想法，大汉江山再延续几十年，如果再好多上百年，那是不成问题的。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没拦住。当然了，历史不能往回走，故事就是这么设计的啊。何进高兴了，就这么办，来吧。那么天下英雄多了，咱们调谁进京呢？想来想去，我呀先调一个人，这是个大大的英雄，他的名字叫董卓。